妍妍还没有出来的，杨希还盯着电梯口的方向看着，等着他未过门的准儿媳妇出来。妍姐可能要应酬吧。贝贝进了风尘集团后都没有见着君妍，他只是一名小小的职员，君妍却是风尘集团的当家总裁，忙得很，他这种小职员哪能随便见到大总裁？要不是两家是世交，关系好，他想见君妍一面难啊。穆晴打电话给女儿，君妍没有接听母亲的电话，妍妍应该还在忙着，她怕是没有时间回老宅吃饭。贝贝说道，妍妍姐很忙，晴姨，你过几分钟再打电话给她。穆晴嗯了一声，她应该知道我打电话给她的意思。等她回复了，那么忙，连接亲妈电话的时间都没有。当初叫她随便玩玩，想创业就创业，不用那么累。她有兄有弟，这么大的公司，谁不能接管？她喜欢非要接管家族公司，我都拿她没办法。这孩子从小就是个主意大的，不是最大的，还是活出了大姐大的感觉。家里的兄与弟都疼她，也都听她的话。晴姨、妍姐这样挺好的呀，虽说很忙，但做的是她喜欢的事。我觉得打理公司、做生意当成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来做，不仅能为公司带来利益，也能让自己的日子变得更加的充实。我是没有妍姐这样的本事，暂时没有那个能力接管我家的家族公司。若是有那个能力，我肯定也会走妍姐的路。杨希笑道，贝贝，你就别走妍妍这条路了，我们都心疼妍妍，你家长辈也会心疼你。况且你上面有7个哥哥，他们年纪比你大几岁，又都打理家族生意了。为了公司的长远发展，为了让你过着轻松的日子，你家里的长辈也不会让你接管战氏集团的。杨希说话的声音不高，免得路过的人听到他们说话的内容了。贝贝进入风尘集团上班，说好的是隐瞒身份，但他们俩跑来这里接贝贝下班，公司里的人怕是也能猜到贝贝的真实身份吧。能让君家和欧阳家的当家太太亲自来接，又姓战的，只要清楚两家关系的人，都会想到贝贝就是战家的千金。别人能猜到是一回事，但不能由他说出去。杨希是这样想的。贝贝笑，也知道自己和君妍不一样。君妍上面只有2个堂哥，一个亲哥，与亲哥还是龙凤胎，2个堂哥比君妍也就大1岁。君妍要当大姐大，她的3个哥哥是求之不得。当然了，君妍不接管风尘集团，叶瑶也有能力，只是妹妹太优秀，叶瑶就躲在妹妹身后乐得轻松了。000，穆晴的手机响了，是君妍打回来的电话。穆晴连忙接听女儿的电话，妈，我刚刚在忙，没有接你的电话。我就猜到你们要请贝贝回老宅吃饭，特意推掉了今晚的应酬。你们稍等我2分钟，我马上就下楼。好，那我们等你2分钟。君妍先挂的电话，等女儿挂了电话，穆晴对好友和贝贝说道，妍妍推了今晚的应酬，让咱们等她2分钟。贝贝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的原因让妍姐推了应酬，我有一种负罪感。下了班，你和妍妍就不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，而是姐妹关系，不要有负罪感。穆晴亲切地挽住贝贝的手臂，阿姨答应过你妈妈，一定会照顾好你。晴姨，我能自己照顾好自己，我都22了，不是小孩子了。再大，在我们的眼里，你也还是个孩子。听你妍姐说，你还住公司安排的宿舍，怎么不住酒店或者住到我们家里去？就是你家里在这边也有房子呀。贝贝答道，离公司方便呀。我是打假气功的，1个月的收入有限，不想钱还没有赚到鲜花了。住公司安排的宿舍，通勤是最方便的，花销也最少。也是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说出来，若受了委屈也要说出来。杨希叮嘱。贝贝点头。
他虽然年轻，还没有多少社会阅历，但他并不是任人欺负的主，不会让自己受委屈，也不会让人欺负了去。从他上高中开始，他就选择了住校过团体生活。他素质高，颜值高，成绩好，交际能力也是极好的，就算隐瞒了管城首富千金的身份，也能如鱼得水，结交到不少朋友，得到老师同学们的喜欢。就是往年寒暑假打假期工，他跟工友们也能相处得很好。有些公司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看重他的工作能力，还跟他说等他毕业了可以直接进公司。他都不知道拿了多少名片回来，全都是那些等着他毕业后就进公司上班的那些高管的名片。当然了，要是知道贝贝真实身份的，就不会那样和贝贝说了。贝贝的计划是毕业后自己创业，现在打假期工，是积累一点工作经验，为以后创业打点基础。哥哥们不是自己创业，就是打理家族事业。自己创业的熬上几年后，基本上都成功了，就是无法和家族公司比，那是无法比的。战氏集团经过数代人的经营，沉淀底蕴摆在那里，年轻人创建的公司能撑过来，步入正轨就很不错了。想追上战家数代人经营的战氏集团难呀。很快君言下楼了，他就算是下班了，也还和几位高管边走边说着工作上的事，明天上班了再说吧。见到母亲后，君言对几位高管说道。几位高管分别向穆晴和杨希问好，多看了贝贝2眼。贝贝在风尘集团就是小职员，这些高管并不认识他，只是好奇他为什么会和总裁的妈妈站在一起。大家好奇还好奇，并没有人多嘴问一句。几位高管先走了，君言叫了一声妈后，又叫杨希一声希姨，然后上前去挽住了贝贝的手臂，笑容里有着对贝贝特有的宠溺。走了，回家吃饭。贝贝上班感觉怎么样？能适应吗？两个人边走边说。贝贝说道，能适应，感觉挺好的，至少比在我家公司上班好。我有事情可干，不像在我家公司，我就是个吉祥物，什么活也不用我干，白拿工资的，还是拿的高工资。除了白拿工资之外，不管是亲哥还是堂哥，每天都给他零花钱，给他的零花钱比他的工资都要高。他最不缺的就是钱呀。君言恩着，我跟你直属上司说了，看你的工作效率能跟得上，第二天就给你多安排点活，不会让你白拿工资的。穆晴和杨希跟在2个孩子的后面，听到君言那样说，穆晴说，女儿，你别累着贝贝，他就是来学习学习的。没事的，晴姨，我能跟得上工作进度，就是要有事情干才能学习。君言笑道，我妈说的话你听听就好，不用管，长辈都是这样，在他们看来，我们能自己动手吃饭就是很有本事的人了。大家是恨不得追着他俩喂饭。贝贝深有同感，同一件事他的兄弟干了，长辈们不会夸赞，有时候反而会挑他们的刺，认为他们做得不够好。他干了，不管干得好不好，长辈们都会一顿猛夸，好像他干了多么了不起的一件大事。长辈们从来不会说他干得不好，不会挑他的刺儿，就算他没有做好，长辈们也是温和的安慰他，没事的，慢慢学就是。工作上有不会的多问问人，只要你态度诚恳，真心请教，前辈们还是会教你的。君言教着贝贝职场为人处事的道理，贝贝认真听着，认真的道，言姐，我会的。哪怕他只是过来打假期工的，他也会认真的工作，对得起公司给他的那份工资。穆晴接过话来，言，你要跟公司的人说一声，多照着点贝贝，别让老员工欺负他。晴姨，不用，就这样子挺好的，不用言姐照着我能处理好与同事们的关系，大家其实都挺好的。
并没有因为我是个新人就欺负我。贝贝人长得漂亮，嘴巴又甜，虽说不是风尘集团正式的员工，却不是完全没有工作经验的那种。风尘集团涉及到的行业，他都深入了解过，交到他手里头的事情，他都能完成的又快又好。都有同事说他不像是个打假气功的新人，说他有工作经验，为人处事都很老道。他跟同事们处得很好，大家也很乐意帮助他。君言则是说到，人家贝贝才不需要我罩着呢，若是需要人罩着，他何必跑那么远，跑到我们家公司来上班？他想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？我比你们更懂他。他和贝贝都是家族里的宠儿，在君晓还没有出生之前，他在君家的地位和贝贝在战家的地位是一样的。就算君晓出生后，君家这一代有2位千金，君言在君家人心里的地位都没有变动过。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是很幸福的事儿，就是太幸福了，幸福到想自己动手做点什么事儿，都会被阻拦，生怕他做不好，生怕他会受伤。父母反而对他们的态度反而是最正常的。穆晴笑道：是，你最了解贝贝。贝贝也笑，妍姐是很懂我，我也最喜欢妍姐了。杨希说道：每次看到妍妍和贝贝，我就恨不得再年轻20岁，然后拼个2胎生个女儿。她生儿子的时候吓坏了欧阳玉，发誓说只生一个孩子，不想生2胎。哪怕杨希很想要个2胎，老公不配合，她也没有办法。2胎也不一定就生到女儿，咱们这些人貌似都是生儿子的居多。穆晴说道：我那些妯娌也有拼2胎的，除了小飞生的2胎是个闺女，其他人生的都是儿子，很多事就不生2胎了。战家那边的人比他们君家敢拼，个个都拼了2胎，可惜未能如愿。除了海童生了贝贝这一个闺女，其他人愣是不能如愿。生了孪生子的是直接不敢要2胎，怕2胎又来一对孪生子，那真的是头大了。穆晴自己生的也是孪生的，哪怕她的是龙凤胎，但孩子小时候也是很费劲儿带的，还是闺女很听话的那种，就儿子那个调皮鬼爱哭猫，够穆晴头大的了。她1胎便儿女双全，夫妻俩也是说好了不要2胎，养2个孩子够了。杨希不说话了。贝贝没有开车，她坐了君言的车，姐妹俩能聊。穆晴和杨希很自然地坐同一辆车，这对闺蜜的感情好是所有人羡慕的。数辆车驶出了风尘集团，很快就遇到了前来接君言的欧阳浩，于是欧阳浩便跟着一起去风尘山庄吃饭。到了风尘山庄，贝贝刚下车就被一个人抱住了。贝姐，你可算来了，我可想你了，在家里等你等了很久。是君晓，君家的2小姐，也是君然和商小飞唯一的闺女。平时君晓是跟着父母兄长在管城生活，上学放假就会回风尘山庄陪一下爷爷奶奶。海童和商小飞是表姐妹，贝贝和君晓也算是表姐妹了。君晓比贝贝小了几岁，今年7月刚中考结束，9月份便读高中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贝贝笑着回拥一下表妹，我以为你还在管城。中考结束后，我出去玩了几天，就被我哥送回来了。爷爷奶奶说特别想我。君晓在管城长大，他跟战家的人更熟悉一点，君家边也就是放假才会回来一下，也不是说他跟君家人不亲，只是在熟悉的程度上，他是和贝贝更熟悉一点的，是要回来陪陪你爷爷奶奶。贝贝问了一下君晓的考试情况，君晓说道：成绩还没有出来，不过我有把握能考上管城最好的高中，肯定能考上的。贝贝相信君晓的实力，一定能考上管城最好的高中。君言伸手点一下妹妹的额头，故意吃醋的道：小小眼里只有你的表姐，没有看到姐这么大一个人也在吗？贝贝一下车，
你就抱住了贝贝，也不给我这个当姐的一个拥抱。军晓立即就扎入他的怀里，一把搂抱住军言，我最爱的人除了我爸妈，就是姐姐了。两个人是同一个爷爷奶奶的最亲的堂姐妹。军晓的确很喜欢军言这个姐姐，是不是最爱的就不知道了。